随着美俄在中东军事对峙加剧，欧洲的气氛也开始升温。数日前，俄军刚刚完成战略核飞弹演习，向欧美国家展示本国强悍的立体核打击力量。可俄军演习刚结束不久，美国便罕见地出动40架战机，气势汹汹杀到，准备在英国进行大规模空军演习。而演习的内容更是震撼，美军宣称要模拟欧洲爆发全面性战争，一时间欧洲局势颇为紧张。2018年10月13日，据海外网报道，由于叙利亚战事不顺，美国近期开始增加在欧洲军事活动。继前段时间派出战机参加在乌克兰举行的多国演习后，美军近日又罕见地出动40架战机在英国举行大型内部空中演习。而美军负责演习事务的指挥官更是直言不讳表示，此次演习的主要内容就是模拟欧洲爆发全面战争，美军在英国的帮助下应对战争。据报道，这场为期2周的演习已经受到多方关注。美国空军及海军此番出动40架不同型号战机参加演习，其中包括空军 F-15C 与 F-15E 战机，及刚完成中东军事任务正在英国短暂停留的 F-22隐形战机，更有杜鲁门号航空母舰的舰载机 F-A-18VF 战机。据美军演习指挥官介绍，这次演习主要是检验在欧洲爆发大规模战争情况下，美军的空战水平及对地攻击战术贯彻。对此，很多评论认为，美国此举完全是针对俄罗斯。就在美国组织这次大型军演几天前，普京突然下令俄罗斯3军进行一次战略核飞弹演习。俄军相关部队从巴伦支海和鄂霍次克海先后发射巡航飞弹和航空制导飞弹，并顺利命中目标，而且演习中还动用飞弹预警系统。演习后，俄国防部评价道，统一空间系统和地面雷达及时发现所有潜射弹道飞弹的发射，这证明俄军战略核力量非常可靠，足以应对任何威胁。虽然美军没有特别指出，但此番举行的大规模空军演习显然是针对俄军刚结束的核力量演习，因为与俄军强大而成熟的战略核打击力量相比，美方核打击力量不仅单一，而且没有地理优势，所以美军便通过展示强大空中力量来弥补自身核力量作战能力不足。同时，利用如此大规模演习，也可一定程度挽回在叙利亚丢失的颜面，向世界表明美国依旧是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叙内战不过是一次失误。只要美国愿意，其强大军事力量仍可碾压任何国家。除此之外，美国此番演习的另一个目的是进一步激化欧洲局势，这样可以一箭双雕。一方面，虽然伊德利卜的结局仍悬而未决，可美国在叙利亚大势已去却是不争事实，现在的挣扎不过是寻求一个体面退场机会而已。这种情况下，激化欧洲局势不仅可牵制俄罗斯相当一部分精力，还能使国际社会关注焦点转移到欧洲，为美国在叙利亚的体面退场打掩护。另一方面，美国刻意营造紧张气氛并渲染战争风险，也是期望借此机会敲打一下已经有些离心倾向的欧盟。近段时间，由于美国挑起多次对欧贸易争端，并不顾欧洲多国反对强行退出伊核协议，欧盟方面对美国不满情绪上升。终于在美国又一次宣布即将考虑对来自欧盟的汽车及零部件加征关税时，欧盟不再任其宰割，迅速宣布对谷歌公司发起反垄断调查。欧盟不听话的举动自然令美国很恼火，因此试图用渲染战争气氛来让欧盟知道，没有美国军事支持，欧盟会多么危险。虽然美国在欧洲摆出一副要和俄罗斯战略决战的架势，可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套用美军一位专家的话说，若欧洲的战争明天开始，美军今天甚至无法赶到战场。从美军最近在欧洲的一系列演习不难看出，美军海外部署过度依赖空军，一旦出现大规模国家级冲突，陆军和海军很难及时部署到位。再加上海湾战争后，美军后勤保障部门就再未经历过大规模战争考验，数十艘大型运输舰配件老化并缺乏船员。若真与俄在欧洲发生战争，美军真实作战能力着实堪忧。海湾战争后，美军频繁侵略他国，
其中多数获得成功，这给美国造成一种天下无敌的假象。但盘点一下历次战争中美国的对手，可以看出美军基本都在捏软柿子，而所出动的部队规模亦非常有限，多以空军为主，缺乏大规模空地协同及后勤上的综合战场补给。俄罗斯虽在综合国力上与美国有明显差距，可俄军的骁勇善战却是举世闻名。拿破仑时期的法兰西第一帝国与二战时的德国，都曾携大半个欧洲的军事力量入侵俄国，但最后都折戟沉沙。美国现在是否敢确定能做到当年法国与德国都未曾做到的事情？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美国似乎要仔细考虑下。基辛格曾说过，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没有国家不需要石油，但不是每个国家都产石油。正是看上了这一惊天商机，当年美国给沙特等石油大国立了个规矩，石油买卖必须用美元结算，也就是说，无论哪个国家买石油，必须要把本国的货币兑换成美元，才能有进口石油的资本。对于盛产石油的国家，你必须要收美元才能卖出石油，否则就会大祸临头。这就等于全世界国家的石油买卖都被美国剪得一把羊毛。凭什么？凭的是美国的飞机和大炮，凭的是真理永远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在美国一国独大铁拳霸权之下，谁敢不服？也正是依靠美元霸权，美国赚得盆盈钵满。正是由于美元经济能带给美国惊人的利益，谁要是挑战美国的美元霸权，美国就会玩命的跟他死磕到底。当年中东枭雄萨达姆就是表达了一下想用欧元结算摆脱美元的想法，结果被美国时任国务卿鲍威尔拿住一包洗衣粉为证据，在联合国随便晃悠了一下，就打住为伊拉克推翻独裁的旗号，立马把伊拉克打了个稀巴烂，吊死了萨达姆，直接来了句认错人了，拍拍屁股走人了，只留下一个被民主成了千疮百孔的伊拉克。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美国的航空母舰就是真理，谁的拳头大谁就是老大。不要说是伊拉克，哪怕是美国自己的铁杆兄弟想要打美元霸权的主意，同样会受到美国暴风骤雨般的无情打击。地位在欧盟举足轻重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仅仅是表达了一下欧元比美元更合适做石油的结算货币，美国立马出手，一场希腊债务危机引得整个欧盟人仰马翻，让原本铁板一块的欧盟差点分崩离析，从此焦头烂额。默克尔再也不敢提欧元结算，美国就是用这种杀鸡儆猴的方式警告，谁敢触碰美国这个底线，只有死路一条。但全世界都不敢挑战美国的事情，中国不但钱了，还干成了。2014年，战斗民族俄罗斯率先发力，在和中国进行石油贸易时使用人民币结算，这一枪惊天动地。伊朗紧随其后，也抛弃美元，采用人民币结算。就连被美国解放的伊拉克也紧随其后，也加入到人民币结算的阵营。委内瑞拉更绝，在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不但在石油结算中采用人民币结算，更是抛弃美元。至此，中国2/3的石油采购实现了人民币结算，多年依附在石油身上剪了羊毛的美元被抛弃了。为彻底击破美元霸权，中国再出创举，任何接受人民币作为石油贸易结算的石油出口国，都允许将获得的人民币在上海黄金交易所兑换成黄金，将大大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这次美国真的要慌了，将原油、人民币、黄金挂钩，这相当于将人民币的信用和黄金的信用挂钩，这毫无疑问会让全世界争相储备人民币。中国人民币兑换黄金这招出手之后，除了美国之外，还有一个国家急眼了，这个国家就是中东油霸沙特。由于中国连年加大从人民币结算国购买石油的力度，大幅压缩了从沙特购买石油。面对中国这个庞大市场，终于沙特忍不住了。连日来，沙特不断向中国投来了示好的目光，多次表达了希望和中国进一步合作的意向。种种迹象表明，沙特这个美国在中东的铁杆兄弟，也将顺应大势，要采用人民币结算了。
不要忘了，沙特可是中东石油的大哥大，对中东其他产油国影响巨大。如果沙特倒戈，针对中国的石油围城将彻底土崩瓦解。届时，中国可彻底甩掉美国黑手的控制，实现进口石油全部采用人民币结算，口石油全部采用人民币结算。近日，据媒体报道，此前英国宣布世界第一款6代机震撼曝光，消息一出，引起外界一片哗然。有中国军迷表示，这次竟然不是美国，而是英国。看来英国还是有很强的实力，而这次看来英国也是不打算再隐藏实力了。专家表示，有了英国这么一个对手，这次歼20就有危险了。受到英国工业大名鼎鼎的，可能也就是罗罗公司和 BAE 了。其整体规模在不断的萎缩中，就连罗罗的主要方向也放在了商用飞机发动机的研发上。战机发动机也就目前唯一的 EJ200 系列中推发动机。不过其 EJ200 十分先进，属于4代中推，因此别人质疑它的6代机项目也是十分有道理的。从1:1模型来看，这款战机体格并不大。有意思的是，此次英国拉的合作伙伴是瑞典。要知道，瑞典的国土面积小，战机研发极具特色，其鹰狮就是一款轻型战机。由此可以推断，英国未来的6代机应该是以中型双发为主，体格最多跟台风差不多大，甚至更小。台风体积已经够小的了，从外表看其跟现代的5代机并没有什么区别，中规中矩，无评为保时翼，双倾斜垂尾。至于内置弹舱，这款战机根本没有内置弹舱。从图片中可以看出，该款战机前起落架十分靠后，这就导致了机腹的大量面积得不到有效利用。想要设置内置弹舱根本就不可能，依然还是以外挂作战为主。仅仅就这一点上来说，其连5代机都比不上，更不要提什么6代机了。图为英国6代机升空想象图。该机基本上继承了台风的作战思路，作战惯性要求不是很高，以强悍的双发中推，使用小机身以牺牲内油量和航程来达到部分重型机的作战性能。瑞典这样的小国对作战半径也没有什么要求，联合研制下不但能平摊成本，还能获得一款实力强大的战机，对其还是十分有诱惑的。现在的问题是，该机仅仅是 PP7 状态，只是出了一个模型而已。还要过几年还能最终决定到底要不要研发，也就是说该机还仅仅只是一个概念。由于英国衰退的厉害，其研发5代机的时候也仅仅是美国联合攻击机的主要参与国，而不是主导国家，其大多数技术以及设备都是以美国为主，等于说是英国丧失了整体研发5代机的技术实力，或者没有资金投入去研发。这次英国想要在6代机上面发力，结局如何？